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紫雲健康頻道，我是苗醫生。經常有家長在微信裡焦急地問我，苗醫生，為什麼同樣是吹了風，別人家孩子沒事，我家孩子馬上就感冒？或者孩子在幼兒園，只要有一個生病，我家這個準跑不掉，是不是孩子免疫力低呀？看着孩子發燒、咳嗽、流鼻涕，做父母的不僅心疼，更焦慮的是不知道該給孩子吃什麼藥，是受涼了還是上火了。一旦要把藥餵進孩子嘴裡，心裡就在打鼓，這藥對不對症啊？會不會吃反了？其實孩子感冒雖然發病快、變化快，但只要我們掌握了正確的方法，恢復起來也是很快的。今天這期視頻我就給大家分享怎麼分辨孩子感冒的類型以及對應的調理方法。首先，我們要對小兒感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中醫體系裡，兒科一般是指從出生一直到青春期前，有時也會延伸到女孩14歲、男孩16歲。這個階段的孩子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特點：臟腑功能還沒有完全成熟，尤其是肺、脾、腎都比較嬌嫩，這是兒科單獨成科的基礎。疾病來得快，變得快，好的也快，所以適合用兒科特有的一些辨證思路和治療手段，比如小兒推拿、溫和食療等。所以孩子容易感冒，並不是說孩子身體有大病，而是因為他們正處於臟腑嬌嫩的階段。中醫有個很形象的比喻，我們把孩子的身體想象成一座小城堡，身體裡的抵抗力，中醫叫正气，就是城堡裡的衛兵和城牆，而外面的病毒、細菌、冷風，中醫叫外邪。什麼情況下算是正常的健康狀態呢？如果孩子平時吃得香，睡得好，那就是正气存內，城牆堅固。這時候就算外面有點冷風，衛兵也能把他們趕跑。孩子可能只是打個噴嚏或者流幾天鼻涕就沒事了，這就不算病。那什麼情況算是異常，也就是我們說的感冒了呢？往往是孩子最近消化不好，積食了，或者是玩太瘋睡不好，導致城堡內部空虛，正氣不足了。這時候病毒這股外邪就會乘虛而入。我們常說的小兒感冒，醫學上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5%以上其實都是病毒引起的。中醫治療的核心思路不僅僅是去对抗那個病毒，更重要的是幫孩子扶住正氣，把體內的外邪趕出去。所以當孩子出現症狀時，家長先別慌，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靜下來觀察，看看這股外邪到底是寒還是熱。很多家長會問，我怎麼知道孩子是寒感還是熱感呢？這確實是能不能用对药的關鍵。我給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3步觀察法，大家一定要記下来。我們主要看3個地方：嘴唇、喉嚨、舌頭，當然還要結合鼻涕來看。第一類，風寒感冒，寒性感冒，這通常是因為受了風寒之邪，比如吹冷風、蹬被子引起的。看嘴唇，孩子的嘴唇顏色比較淡，或者是淡白色的，不像平時那麼紅潤。看喉嚨，喉嚨不是很紅，跟平時顏色差不多，孩子一般也不會喊喉嚨疼，頂多覺得癢。看舌頭，舌頭顏色比較淡，舌苔是白色的。看鼻涕，這是最明顯的，流的是那種像清水一樣的稀鼻涕，擦都擦不完。這種情況就是身體被寒氣困住了，治療方向是要把寒散出去。第二類，風熱感冒，熱性感冒，這可能是感受了風熱之邪，或者穿太厚捂出來的。這時候嘴唇顏色很紅，喉嚨紅得厲害，甚至紅腫發紫，孩子可能會哭鬧說喉嚨痛，不愛喝水喝奶。舌頭比較紅，舌苔是黃色的或者薄黃，流的是濃鼻涕或者稠鼻涕，顏色偏黃，這就說明身體裡有熱毒，需要清熱解毒。第3類，表寒裡熱症，這就是很多家長容易搞混的寒包火這一類，在兒科特別常見。為什麼呢？因為孩子是純陽之體，稍微受點寒，很容易在體內就化成熱了。表現是什麼？孩子可能看起來像風寒，比如打噴嚏、流清鼻涕、鼻子塞，但是你仔細看，他的喉嚨已經紅腫疼痛了，嘴唇也很紅，舌苔也變黃了，這就叫表寒裡熱，外面有寒，裡面有熱。這時候如果光散寒或者光清熱，效果都不好，要表裡雙解。第4類，夾字感冒，就是感冒加积食，這個大家一定不陌生。孩子脾胃弱，感冒前往往已經幾天消化不好了，比如小肚子脹，嘴巴有酸臭味，大便不通或者很臭。这时候感冒除了有上面說的寒热症狀，
一定還伴隨着食慾不振、口臭這些積食的表現。這種時候，我們不僅要治感冒，還得幫他消食。分清楚了類型，我們就可以來說下大家最關心的：怎麼吃、怎麼用藥、怎麼推拿。針對风寒感冒、流清涕、舌苔白、怕冷的情況，中成藥方向，我們可以選擇风寒感冒顆粒或者經防顆粒，它們的作用主要是解表发汗、疏風散寒。食療方：生姜紅糖水，用3到5片生姜，2到3顆紅棗掰開，煮水加點紅糖，趁熱喝，讓孩子出點微汗。蔥白豆豉湯，用帶根鬚的蔥白，加一點淡豆豉煮水，通陽发汗效果很好。推拿輔助，家長可以幫孩子做推三關，這是小兒常用的溫陽散寒、補氣活血手法，可以幫孩子把寒氣逼出去。具體操作：以拇指橈側面或食指、中指並攏的指腹為着力點，從腕橫紋的陽池穴推向肘橫紋的曲池穴，此為推三關的正方向，切記不可反向操作，力度要均匀柔和，以皮膚微微發紅為度。一般每分鐘推100到300次，小兒操作時速度可以放慢點，成人可根據耐受度調整。針對風熱感冒，就是紅喉嚨、黃痰、舌苔黃的情況，中成藥方向要用辛涼解表的方法，常用的像小兒熱素清顆粒，能清熱解毒利咽。如果孩子除了热象明顯，還覺得口乾口渴，金蓮清熱泡騰片也是一個選擇。食療方：蘿蔔水，白蘿蔔切片煮水喝，能清熱順氣，特別適合風熱咳嗽有黃痰的。桑菊飲，桑葉、菊花各5克泡水代茶飲，也能疏風清熱。推拿輔助，最經典的手法是清天河水，這個是小兒推拿中清熱解表的核心手法，性質平和，常用於調理小兒發熱、煩躁等問題。操作方法：用食指、中指並攏的指腹作為發力點，從腕橫紋中點推向肘橫紋中點，力度輕柔均勻，以皮膚微微發熱、不發紅為宜，切忌用力過猛，速度適中。小兒推拿一般每分鐘推100到300次。針對表寒裡熱或積食感冒、外寒內熱或者肚子脹情況，中成藥方向，這就需要既能散外邪，又能清裡熱。推薦小兒柴桂退熱顆粒，或者小兒齒鞘清熱顆粒，特別是小兒齒鞘清熱顆粒，因為它還有消食導滯的作用。如果孩子感冒同時消化不好、積食，選這個就很合適。這個藥口感也相對好一點。推拿輔助，如果孩子積食，一定要加上摩腹、順時針揉肚子和揉板門手掌大魚際處，幫助消食化積。最後，不管哪種感冒，飲食上有一個總原則：清淡、易消化、溫熱軟爛。要把生冷、油膩、炸雞、甜膩的蛋糕、巧克力先停一停，甚至牛奶、雞蛋，如果孩子不想吃，也可以暫時減少。最好的補品其實是米湯，尤其是米湯上面那層粥油，就是熬粥上面浮着的那層粘稠的湯，最養胃氣。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多喝溫水，幫助身體排毒。好，說了這麼多，苗醫生最後想跟各位爸爸媽媽說幾句心裡話。看到孩子生病，沒有哪個父母是不着急的，但是請記住中醫的那句老話：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孩子感冒其實也是身體免疫系統在進行一次演習。我們不需要因為孩子生病就過度自責，覺得是不是自己沒照顧好。我們今天學習分辨寒熱，不是為了讓你成為醫生，而是為了在孩子不舒服的初期，你能給他一份最溫柔、最对症的照顧，不盲目用藥，不折騰孩子的脾胃。最後，如果孩子精神狀態很差，高燒不退，出現呼吸困難或者其他您覺得不對勁的情況，請務必及時去正規醫院就診，以免耽誤病情。如果您覺得這一期內容對您有幫助，或者您身邊也有正在為孩子感冒頭疼的朋友，歡迎把視頻分享給他們。我是苗醫生，我們下期視頻見。祝願所有的寶貝都能健康快樂的成長。